亚这个地方我一直想过去拍一下，这次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甲方吉米，他们新推出了这个2420 Ultra Max，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投影仪，超级棒。但是很遗憾的就是，本来我应该过去一起拍样片的，只是我的脚刚刚在海口这边崴了，所以现在只能我交给 Michael 来带队，由他来带大家去拍摄。你对印尼印象是什么？你去过？我对印尼最好的印象就是它的水下样片巨无敌好看。就是我们样片日记从来没有给你提供过免费的水下样片，但其实我们公司很多摄影师我都给他们考了这个 AOW 证，所以可以在各个海域进行拍摄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 ，Michael 将带队来进行这一场拍摄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样片日记争取给你来点不一样的。我们的小分队将前往印度尼西亚，和吉米2420 Ultra Max 一起带你来看看这个地方独特的风景。印尼这个坐落在赤道附近的东南亚国家，居然有2亿多的人口，比我想的要多得多。总共有17000个左右的岛屿，也被称之为万岛之国。那作为一个热带国家，印尼没有四季之分，通常是4月到11月是它的旱季。这个时候阳光明媚，是最适合旅游的时间。那同时，它也是世界上火山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全国分布着129座活火山，很多火山都在喷发的状态，也因此会影响到周边的地貌，还有所有的动植物，甚至是海域。这样的景观堪称震撼。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搜寻，我们找到了一个物种——爪哇水牛 ，Only in Indonesia。哇，这么多！我靠，这个直接藏了多少头？别走啊 ，Bro！ 有一头牛回应了你的 Bro， 快回头了。你说你的家乡也是这样的吗？我的家乡吗？我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的家乡。据说我在尼日尔还有一块地。真假的？真的是我爸留给我的。听说已经被流浪汉居住了，所以实在混不下去了，跟我回非洲种地啊。可以，种地吧少年，种地吧少年。这位肤色黝黑，而且在非洲有地的国际友人，其实是我们公司非常厉害的摄影师飞龙。他做事真的非常认真，来公司2年多，在很多节目中都有他的身影。那弹幕经常以为他是印度人，但其实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，南京话说得非常的地道，而且甚至飞龙是一位纯粹的2次元。我靠，哇，太突然了！就是你走着走着，突然下一秒一转头，哇，一只科莫多龙。我不知道这声音能不能收进去，但他们的那个叫声，真的就像那种西方神话里面那种 Flying Dragon 就是类似于这种声音。我靠，太帅了吧 Yeah, the first for the start fighting. 哦 ，Start fighting. Start fighting. They wanna fight. Yeah. 他说，如果突然有科莫多龙窜上来，我们不要慌，也不要往回跑，只要站在他身后就可以了。他会保护我们，用他的这根木棍，小棍棍。是的。哦，前面应该是有龙了。哇，好近啊！有好多。他为什么敢靠那么近？都在这里。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打卡点，还挺可爱的。它是一个日行动物，就是它白天捕猎。按照我们护林员所说，它是 waiting for everyone， 因为它吃腐肉。就它把这个水牛咬死之后，就等着那个水牛死掉，然后就开始细嚼慢咽，慢慢吃。青春没有售价，我就入口即化。
全球也只有在科莫多国家公园中的4个岛屿分布着3000多头科莫多巨蜥。那为了保护这些科莫多巨蜥，当地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。所以如果你想来这里，我们建议还是跟团游会比较安全。根据季节不同，价格在几百到2000元不等。而且因为科莫多巨蜥只有早晨会比较活跃，气温一上升，它就会在树荫下乘凉，一动不动。所以最好赶在日出前就出发，那你能够确保拍到一些它灵动的画面。那科莫多岛除了有科莫多巨蜥之外，它还是一个全球著名的潜水圣地，在码头就能经常看到这样的远洋帆船。那只不过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离谱，7天的行程会收你7到8万元左右。虽然这次因为预算和时间问题没法带你体验船速潜水，但是科莫多岛附近海域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潜点的。马上就要进行我们让培尔基第一次水下赛事。All right, Mike, you ready? I'm ready. 这里藏着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瀑布，就现在我们完全看不到瀑布的身影，然后感觉某一个弯之后，它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其实你仔细听，能听见一些水声。感觉水量没有我想象中的大呢。对，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壮观。它这个水啊是分散的，这些都是地下水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地下水的这个颜色会清澈很多。然后只有这个是河流流下来的水。You know why we call Sewu? No, Because we are Sewu is 1,000. Because we lazy to count it. If something difficult to count it, we call Sewu. 然后他们从那边往塞武来，塞武就是另外一个名字。啊，两边名字不一样。这里叫杜巴塞武。东巴塞乌。啊，Toban Sewu. 东巴塞乌。 Toban.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。这是纯正溯溪啊！哇，直接洗脚。哇，这个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非常非常清新的味道，我觉得它像打西瓜汁的时候那个味道，特别的清新。哇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我还是推荐大家下来看一眼的，体验一下。因为毕竟无人机是飞机看到的画面，你肉眼看到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当夜幕降临，天边的最后一缕霞光缓缓褪去，点点繁星照在这片大地之上。这么纯净的场景，让我们想到了用我们公司过去学会的一个技术 3D mapping， 通过这台吉米 IS-20 Ultra Max 来投射出光芒，给这片黑暗中的森林带来一点梦幻的感觉。在调整画面的过程中，得益于吉米 IS-20 系列的光学移轴功能，我们可以在不移动投影位置的情况之下，直接调整画面位置，配合上光学变焦功能，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画质无损，让整个造幕过程变得更加容易。100:1的对比度，特有的大师红圈镜头和全自动智能云台，搭配上高达4500 CVIA 的亮度表现，让投影的画面的明暗效果更加凸显，光效呈现更加细腻，最终才有了我们这段如梦似幻的投影造幕样片。
我们还用 IS-20 Ultra Max 回放了拍摄的样片，可以看到投射出来的画面色彩非常还原，几乎和大家肉眼看到的真实场景相差无二。无论是鲸鱼的细节，还是明暗交替的光线，都展现得清晰自然，让大家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。那经过短暂的休整，我们的样片日记小组之旅还在继续。现在是凌晨1点钟左右，然后我们现在来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吧，算是。原因就是我们的小童，他的脚已经被咬成猪头了。我感觉当时就是被蚊子咬了，就是痒。没想到1天之后，他就肿成猪头了。这个医生嘛，他其实也是挺诚实的，他就说他们这个医院很小，他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检查，那只能给你开一些抗生素和止痛药。你说吧，这个小医院吧，这个医疗条件也一般，唉，你说这个感冒发烧的自己熬药就过去了，你说这个脚肿了，唉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我们当地的向导根据伤口，他猜测是被蜈蚣咬的，也没有特效药，只能等待自愈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尤其当你身处国外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最好针对当地的情况查一下适合的驱虫药水。那经过5天左右的休息，我们的小童的脚最终恢复了健康，我们也来到了最后一站 Bromo 火山。在印尼真的很少能见到堵车堵成这样的状态，而且现在是早上6点半。大家如果要来 Bromo 看日出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坐这样的越野车，而不要去选择那个摩托车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非常的混乱。然后这个车的话，租1天大概是500人民币左右，它会在早上接上你来这个山顶看日出，然后下山的途中去靠近那个火山。大部分都是自己哦，但是他们会有组织。然后前2天他们不就是所有的这些司机头，他们都签了文件，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司机带他们逃票，如果一旦被抓到你带了客人没有门票，你就直接滚，交5倍，就只能租他们的这个越野车。这原本想在 Bromo 火山猛猛出片的我们，没有想到在一个热带的国家，它晚上气温也只有7、8度，所以如果你来这里，一定要带上厚的衣服。那在海拔2700米的日出观景台等了1个晚上，等到真正日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山顶的人加上巨厚的云雾，我真的不推荐大家来这个日出观景台，反而第2天的日出，我们去到日落观景台的体验会要好很多，景观也非常不错。就是 Bromo 火山的日出，底下是薄薄的一层雾，顶上是它喷出来的雾，火山就夹在中间。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这雾还是比较浓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就慢慢的散开了。此情此景啊，让我不禁想到一个冷笑话：为什么我们一来这些雾就渐渐散开了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带了雾伞。哦，被我们拍到了，我等到了，家人们，我等到了，等到了，感觉这几天的夜没有白熬，3座山全都拍进去了，后面还正在喷发。刚刚那个司机说，像今天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见，就是下面经常会有雾，但是不会像今天那么均匀，上面的云也不会那么对称，就真的哇，唉。
回到公司之后，在调色师轻轻的帮助之下，我们的素材得以呈现出最好的色彩。而吉米 RS20 投影仪的优秀色准，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吉米集齐了杜比世界、IMAX Enhance 等多项画质认证，并联合 SGS 推出了新的色彩标准。即便是在高亮度的情况之下，色准表现也依然优秀。除此之外，吉米 RS20 还能导入自定义 LUT， 我们也内置了几个内部喜爱的 LUT， 可以分享给大家。还值得一提的是 ，RS20 全系搭载的全新 MT9681芯片和8445驱动，能够将延迟降低到1毫秒，率先在投影行业进入了 VRR 可变刷新率，用投影打游戏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。那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期样片日志的全部内容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这次我们所有的样片也都在官网准备好了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自行下载。那最后也非常感谢吉米投影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如果你正在挑选一款各方面实力都非常出众的投影，那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诚意满满的吉米 RS20 系列。那么下一期你觉得我们样片日记应该去哪里给你拍素材呢？欢迎给我们一些建议，我们下次再见。